很多人都觉得女人的手要好看才有福气，但其实那些真正能扛起一个家，陪老公跨过大风大浪的女人，她们的手往往长得丑甚至粗糙。今天我就要带大家看看，到底什么样的手才能帮家里兜住金银财宝，才是真正的旺夫旺家手。来，大家现在就把自己的手掌心摊开，自己用大拇指按一按，或者把你太太的手拉过来按一按。在我们相学里头，手心正中央这个位置叫什么？叫明堂，也叫财库。如果你太太的这个手掌平平的薄薄的一层皮包骨，我告诉你，这在风水上就像个大漏斗。你老公在外面拼死拼活赚10万，倒进这个漏斗里，哗啦啦全漏光了，这叫财不聚。但如果你摸上去，这个手掌厚厚实实，尤其是四周有肉，中间微微凹陷下去，像个小盆地一样，那我要恭喜你，这就是天然的聚宝盆。特别是那种结了婚的女人，她的手要是越粗糙越难看，我告诉你，她越能兜住你们家的金银财宝。为什么这么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自遇到的真人真事，听完你就彻底明白这里面的天机了。大概10多年前吧，我认识一位住在台北天母的李大姐。这位李大姐啊，年轻的时候那是真正的富贵花，少奶奶命。先生是做进出口外贸生意的，家里住着独栋的透天别墅，出入都有专职司机接送。那时候李大姐的手，哎呦，真的是像嫩豆腐一样水灵。平时喝下午茶，做美容，连去超市提个塑胶袋，手指头都会勒出一道红印子。可是老天爷要考验一个人的时候，是不会提前打招呼的。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08年那场金融风暴刮过来，先生的生意资金链啪一下全断了，不仅公司破产，还在外面欠下了1000多万台币的烂账。他先生一时想不开，觉得天塌了，连夜跑路，完了消失，把一个烂摊子还有2个还在念国小的女儿全部留给了李大姐。那阵子天天有凶神恶煞的债主上门拍门板喷红漆。你们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一个平时连重话都没听过的娇滴滴的阔太太，遇到这种家破人亡的绝境，要是换了那些心理脆弱的，可能直接就从顶楼跳下去了，一了百了。但是李大姐没有跳，她看着角落里紧紧抱在一起，吓得浑身发抖直哭的2个女儿，她心里的那个母性，那个女人护崽的本能被彻底激发出来了。她咬着牙把家里稍微值钱的名牌包包，当初结婚买的首饰全当了，带着女儿连夜搬出了大别墅，挤进了一个只有10几平，连个像样窗户都没有的老破小出租屋。为了还债，为了供女儿吃饭交学费，她能干什么？她半辈子被人伺候，什么专业技能都没有，她只能去出卖劳力，去做最辛苦的装潢后清洁。各位，你们知道从一双带3克拉钻戒的富贵手变成一双长满老茧的厚实手，要经历怎样扒皮抽筋的脱胎换骨吗？我听他后来跟我讲，第一天去给人家刚装修完的房子做打扫，清理厨房的重度油污，那种工业级的强效去污剂，腐蚀性极强，味道刺鼻，得辣眼睛。清洁公司发的橡胶手套是劣质的，破了个洞他自己都没发现，化学药剂顺着那个破洞一点一点流进去，泡了他大半个手掌，整整1天。等晚上10点多，拖着快断的腰回到出租屋，脱下手套一看，他自己都倒抽一口凉气，整个右手手掌通红一片，表皮全被化学药剂烧坏了，肿得老高，上面密密麻麻起了一层透明的毒水泡。那天深夜，外面下着冷雨，2个女儿在硬板床上睡熟了。李大姐一个人坐在昏暗发黄的灯泡底下，找了一根生锈的缝衣针，在打火机上烤了烤消毒，然后自己死死咬着一块毛巾，把手上的水泡一个一个的挑破，黄水顺着手心流下来，那是钻心剜骨的疼啊。她看着自己曾经戴过大钻戒的无名指，现在肿得像根胡萝卜，上面全是裂口，她心里苦不苦？苦到黄连都比不上。但她眼泪掉在手背上，心里在发狠，我不能倒，我要是倒了，我这2个女儿就全完了。这双手烂了又怎么样？只要能换钱，只要能让孩子活下去，我这双手不要了都行。就这样，水泡破了，结成血痂，干活的时候血痂又被硬生生磨破，然后再结痂。大半年的时间下来，那双娇嫩的手彻底面目全非，掌心里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黄褐色的，硬邦邦的像沙子一样，手指头变得粗糙无比，去银行办事按指纹，连指纹仪都快读不出来了。但我告诉你们，
就是这一双长满老茧的丑手，开始在命运的棋盘上疯狂地帮他抓财。为什么？因为经过了生死大难，他做事情极其用心，极其敬畏，别人拿拖把随便拖不到的死角，他双膝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用抹布一点点抠。别人嫌恶心，不愿意碰的马桶，他戴着手套徒手去刷的反光。有一次他去阳明山一位大老板的豪华别墅做清洁，那天傍晚，极其耀眼的夕阳余晖斜斜地射进客厅，大老板的红木桌上摆着一个极其贵重的纯铜鎏金风水大元宝。李大姐跪在纯毛地毯上，拿着细绒布，在夕阳锐利的光束下，顺着金元宝的一丝一毫的纹理仔细擦拭。夕阳的金光刚好打在她那双布满老茧、皮肤粗糙发暗的手背上，厚实的老茧摩擦在金属元宝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那位大老板当时就站在楼梯口看着，那是一种什么声音？那是一个经历过大苦大难的女人，对一分一毫的财富都抱有极度敬畏之心的声音。老板静静地看了一会儿，临走时单独拿出一个极其厚实的大红包递给她，郑重地说：李大姐，你这双手不仅是干活的手，更是能兜住泼天大福报的手，我以后的房子全包给你做，整整10年。各位乡亲，10年的时间了，李大姐硬生生靠着这双长满老茧的丑手，没日没夜的干，不仅把那1000多万的债务全部还清，还供2个女儿读完了大学。如今她自己成立了连锁家饰公司，手底下几百号员工，身价好几千万。前年过年的时候，她提着礼物来找我喝茶，我看着她端茶杯时，掌心依然厚厚的老茧。我故意问她：李老板，现在这么有钱了，怎么不去美容院把手修一修，做个手部护理啊？李大姐摸了摸那些硬邦邦的茧子，非常坦荡地笑了。老师，您别取笑我了，这简直现在是我的底气啊！生意上每次遇到困难，遇到大风大浪，我只要自己摸摸手心这一层硬邦邦的老茧，我的心瞬间就踏实了。这茧子在，我护家的财库就在。各位乡亲父老，你们听懂我的话了吗？如果你太太的手心里因为操持这个家也磨出了这样一层老茧，那是她在替这个家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财库围墙啊！不要去嫌弃她手粗糙没有情调，那一层老茧就是你们家底气最足，任何煞气都冲不破的聚宝盆。你要是嫌弃这双手，你就是把你们家的财神爷往门外推。各位大哥大姐，我们喝口茶，接着往下讲。刚才我们看完了手掌心的底座，看完了那个守住财库的老茧，现在大家的眼睛顺着掌心往上看，看哪里？看手指头的骨骼。你们仔细观察过没有？有一种女人的手，你一眼看过去，绝对没有那种修长纤细的美感。她的手指头短短粗粗的，而且那个骨节啊特别大，特别明显，就像我们南部乡下种的那种老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甚至指关节那个地方还会因为常年干重活有一些暗沉发黑。很多不懂行的人或者外面那些骗钱的半桶水算命先一看，哎呦，这手真没福气，骨头都露出来了，这叫劳碌命，一辈子干粗活的命。我今天在这里拍桌子告诉你们，错，大错特错，简直是一派胡言。相书上确实有句话叫骨节露则辛劳，但那些半桶水没把书读完啊。下一句是什么？是辛劳若逢土培根，便是平地起高楼。在我们易经五行理气里面，这种手指粗短骨节分明的手叫做木土交加。木代表什么？树木代表着向上生长的倔强，代表不屈的生机。土代表什么？代表着厚实承载，能生万物。这种手相的女人，那是天生的实干家。她的手不是用来娇滴滴弹钢琴的，她是一把能在乱石堆里烂泥巴里给你刨出金豆子的铁耙子。几年前我去南部的一个传统大菜市场看风水，那个市场人声鼎沸，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位卖卤肉的王大姐，你们是没见过王大姐那双手，她那个大拇指粗的就像个小棒槌，食指和中指的关节因为常年用力死死握着刀把子，已经严重变形，往外凸起了一个大疙瘩，整双手都是暗黄色的，不管怎么用肥皂洗，指甲缝里总是留着一层洗不掉的常年浸泡卤汁的颜色。我去的那天是冬天，
寒流刚刚过境，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凌晨4点半，天还是黑漆漆的，路灯都昏昏暗暗。王大姐已经在摊位上了，她系着一条油乎乎的防水围裙，正拿着一把7、8斤重的大号斩骨刀，在厚厚的木砧板上剁猪脚，案板上的肉芯子溅得到处都是。我走过去问她，王大姐，大冷天的，你这手关节都变形凸出来了，这么用力剁骨头，痛不痛啊？王大姐停下刀，用粗糙的手背随便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哈出一口白气，说，老师，怎么会不痛？这种寒流天，手指头冻得就像冰棍一样，是僵硬的。每天早上起来，我得用另一只手用力把这几根手指头往下掰，听到关节里头响一声，这手才能活动开，才能拿得住这把刀。可是家里2个孩子要在城里念书，先生前些年做生意被人骗，背了债，现在还在工地上拼命，我这双手要是停下来，家里的账本怎么平得掉？说着，他从围裙兜里掏出一本油腻腻的记账本，那双骨节粗大甚至有点畸形的手握着一支原子笔，在纸上用力地写下昨天的进货数字，力透纸背，纸都快被他划破了。各位乡亲，我当时看的那几个数字，这哪里是字啊？这是刻进他命里的倔强和不屈，就是这双骨节粗大的手，在这油腻腻的菜市场里，一刀一刀硬生生剁出了市中心一套3房2厅的房子，而且是现金买断，还帮他先生把几百万的债务一笔一笔清清楚楚的全还上了。后来天亮了，市场里来来往往的人多了，旁边有个卖高档进口水果的老板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手上戴着金戒指，涂着鲜红的指甲油，跑过来笑话王大姐，哎呦老王，你看看你的手粗得跟个男人一样，你老公晚上拉你的手不觉得扎人啊？王大姐把斩骨刀往砧板上一插，腰杆子挺得笔直，当场怼了回去，我这手粗怎么了？我这手能自己买房买车，你们的手是好看又白又嫩，可是到了月底交摊位费交租金的时候，还不是要低声下气去求老公拿钱，我的手是用来抓钱养家的。讲得好不好？我当时在旁边真想给他鼓掌，这就叫气魄。各位大哥大姐，你们要明白，风水学讲究气聚则财聚，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财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你摆个貔貅就能吸过来的，财气就是靠这种脚踏实地的劳作，一分一毫抠出来聚起来的。女人们手掌指节上突出的疙瘩，在风水上那是力量的节点，是木土交加结出的果实。家里要是遇到大变故，天塌下来的时候，那些娇滴滴的手全缩回去了。只有这种手指粗短、骨节分明、丑陋不堪的女人，绝对是第一个站出来，用这双铁耙子一样的手死死顶住你们家的天，这才是实打实的抓财铁耙子。来，各位乡亲，我们喝口茶润润嗓子，接着往下讲。看完了掌心的老茧，摸过了粗大的骨节，现在各位把你太太的手背翻过来，很多女人一到了中年，手背上的血管就一条一条的凸出来了，青蓝青蓝的，她们自己照镜子一看，哎呦，觉得这叫鸡爪手，难看死了，出门恨不得戴个手套遮住，拼命去抹什么护手霜。我在这又要拍个桌子了，糊涂啊，你们这是要把自己身上好好的风水局给破了啊。在我们中医和相学里，手背上血管凸起，这4个字叫做青筋暴起，这代表什么？代表气血涌动于外。这种手相的女人，那是天生精力极其充沛，她有一股永远死不完的牛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从老人看病吃药，到小孩的学费补习班，再到老公的生意应酬，她全都要在自己脑子里过一遍才放心。这种女人天生操心劳力，她就是你们整个家庭运转的超级发动机。除了青筋，现在各位老哥让你太太把5根手指头用力的并拢在一起，大家对着光看一看，如果这5个指头缝里连一根绣花针都插不进去，严丝合缝的，我在这里双手抱拳，恭喜你。在相学里，这叫十指无缝，滴水不漏，这代表着极度的严谨，极其强悍的守财能力。什么叫大风大浪里的定海神针？这就是我给你们讲个真事。我在台中认识一家做五金批发的陈老板，他们家那个生意真正的掌舵人其实是陈太太。
陈太太就长着一双极其典型的青筋无缝手。那年夏天，台中的气温直逼40度，那种铁皮搭出来的五金厂房里，简直就像个大蒸笼，连个冷气都装不了，只有几个大电扇在呼呼地吹热风。别的五金行老板娘到了下午2、3点，早就躲到冷气房里去喝下午茶、打麻将了。陈太太呢，她穿着一件洗得起球的旧短袖，满头大汗地蹲在货架前面，几万个规格的螺丝钉、垫片，她非要自己亲自拆开包装，伸出那双青筋暴起的手，抓起一把放在电子磅秤上，亲自过秤，一边称，另一只手拿着计算机算账，一分一毫都要对得上。那时候同行打电话来叫他去打麻将，他扯着大嗓门对着电话喊：不打啦，下个月出海的那个大单子，我不亲自盯着我不放心，插一个螺丝钉，客户的机器都要出毛病。陈太太心里太清楚了，五金批发这个行业利润薄的就像刀片一样，赚的每一分钱那都是从指缝里、从牙缝里硬生生抠出来的。他把5根手指死死地并在一起，每天在心里默念：我不能松懈，家里上上下下厂里几十号工人都指望这摊生意，我这手要是松了漏了，大家的饭碗就全砸了。各位乡亲，你们猜怎么着？没过几年，台北的五金行业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大洗牌、大地震。当初那个打电话叫他打麻将、天天做指甲的老板娘，厂子资金链断裂，倒闭了。而陈家呢，稳如泰山。为什么？就因为陈太太平时靠着这双十指无缝的手，死死地控制住了所有的成本。在全行业都缺钱的危机时刻，陈太太反而靠着手里充裕的现金流，直接逆势抄底，把倒闭同行的机器和客户全盘了过来，一跃成了台中的行业龙头。年底的庆功宴上，我也在场。喝到微醺的时候，陈老板红着眼眶站起来，一把抓住陈太太那双青筋暴起的手，举在半空中，对着所有人说：各位兄弟，没有我老婆这双长满青筋连一滴水都漏不出去的手，我们今天谁也喝不上这顿庆功酒。我陈某人这条命，这个家全靠这双手死死拖着。台下掌声雷动啊！各位乡亲，这叫什么？这就叫吃苦耐劳的定海神针。一双青筋暴起、十指无缝的丑手，平时看着不起眼，但到了关键时刻，这就是挡住家庭危机、守住万贯家财的无敌免死金牌。各位大哥大姐，我们前面摸过了掌心的老茧，看过了指节的凸起，也讲了手背的青筋。现在大家把视线再往上移，我们盯着手指头尖看一看指甲。现在的社会风气啊，我有时候看了直摇头。很多女人不管干不干活，都喜欢跑去外面的美甲店，花大几千块钱把指甲接得又尖又长，上面还要贴满什么水钻、珍珠。她们自己觉得美得不得了，伸手出来闪闪发光。但在我们风水命理上，我毫不客气地讲，这叫自断财路，这叫悬空浮萍。为什么这么说？你静下心来仔细想想，顶着那么长镶满水钻的名贵美甲，他还敢下厨房去痛痛快快的洗菜切肉吗？他还敢弯下腰去搬重东西吗？只要稍微用点力，指甲断了，或者上面的一颗小水钻掉了，他都要心疼大半天，什么活都不干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劳作的功能，身上多了一股不能碰、不能摔的娇气。在家庭这个风水局里，女人的阵地如果失守了，家里乱七八糟没有热乎气，你在前方打仗的男人能不吃败仗吗？我告诉你们，真正旺夫的女人，她的指甲永远是剪得光秃秃的，干干净净，贴着肉的，这上面没有任何娇气，只有接地气、贴地飞行的干脆利落。我早年在台北认识2个做冷链批发的拜把兄弟，一个叫老张，一个叫老李。2人当年是一起白手起家的，资源一样，吃苦的劲头也一样。可是10年过去，你猜怎么着？老李的生意越做越大，分公司开遍了整个台北中南部。而老张呢，不仅生意缩水，前2年还差点破产。很多人说这是命，我去他们2家吃了一顿饭，一看这2个老婆的手，我瞬间全明白了。老张的老婆长着一双极其典型的富贵美甲手。那天下午有个极其重要的大客户要来家里谈下一季度的代理权，结果老张推开家门一看，客厅里散落着孩子的玩具，茶几上还堆着昨天吃剩的外送便当盒，家里乱得像个猪窝。
老张急得满头大汗，转头求他老婆：老婆，客户马上到了，你赶紧帮我把客厅收拾一下。他老婆当时正靠在沙发上翻了个大白眼，伸出一双刚做完水晶指甲镶着亮片的手，在老张眼前晃了晃，没好气地说：你疯啦，我这指甲昨天刚花了3000多做的，这碰了水干的粗活是会掉钻的，要收拾你自己收拾啦。各位乡亲，你们代入一下老张当时的心情，看着一地的狼藉，再看看老婆那双华而不实、冷漠自私的手，老张在那一瞬间，作为一个男人在外面拼杀的底气一下全瘪了，连个干净的阵地都没有，他还谈什么大生意？反观老李家，那是截然不同的气象。我到了老李家门外，一进院子就看到老李老婆穿着一双防水胶鞋，正拿着高压水枪麻利地冲洗着送货的小货车。水花四溅中，我特意看了一眼她的手，10个指甲剪得干干净净，光秃秃的贴着粉红色的指肉，洗车的动作飞快，擦玻璃拧抹布干脆利落。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些长指甲的羁绊。好，等走进屋里，地板被拖得干干净净，厨房里正炖着一锅排骨汤，满屋子都是让人心安的饭菜香。老婆关了水枪走进来，拿毛巾随便擦了擦手，笑盈盈的递给老李一杯冰麦茶，说：老李，下午要送去彰化的设备，里面配的零件我亲自点过数了，全部装上车，绑好了，客户下午直接试机，绝对没问题。老李接过茶，看着老婆那双指甲凸短，甚至因为常年干活边缘有些起毛刺的手，他的眼神里全都是感激和踏实。后来老李私下里跟我喝酒，几杯酒下肚，老哥红着眼眶跟我讲：老师，你别看我老婆现在笑呵呵的，刚起步最苦的时候，我们连搬运工都请不起，一台200多斤的商用大冰箱是我老婆咬着牙跟我硬生生从1楼抬上3楼的。她那手紧紧扣着纸箱子，指甲短时受力，磨的指头肚都渗血了，她硬是没喊过一声疼，死死撑着没松手。有这样的女人在家里镇着，就算天塌下来，我老李也敢拿肩膀去顶。各位乡亲父老，听懂了吗？什么是贤内助？贤内助不是把你老婆养成笼子里的金丝雀供在那里好看的，贤内助是一双指甲凸短没有任何矫情羁绊的手，这双手能洗车，能做饭，能盘货，能把家里家外安排得井井有条。在风水上，水主财，但如果水没有边界，就会泛滥流失。这种踏实没有任何娇气的家庭气场，就是你们家最好的风水，借水。女人用这双干脆利落的短甲手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堤坝，把你老公在外面拼死拼活赚回来的财气全部牢牢地留在了家里，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大家先别急，我们刚刚从手掌心的老茧一路讲到了手指甲，现在我们再回到手心，大家仔细看看太太手掌里的纹路，也就是我们香学里常说的掌纹。很多年轻小姑娘的手伸出来，那掌纹清清楚楚，就那么3条主线，干干净净。可是你看看家里那位为你操劳了半辈子的太太，她的掌纹是什么样的？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细碎的小纹路，横七竖八的交织在一起。外面那些算命的半仙一看，马上就会连连摇头说：哎呀，掌纹杂乱，心事重重，这是天生的劳碌命，注定一辈子操心受苦啊。我今天又要破一破这些半仙的规矩了。在我们真实的易经风水里，这种密密麻麻看似杂乱无章的细碎掌纹根本不是什么苦命，这叫做兜住大福报的天罗地网。为什么这么说？你想想，一个女人要操持一个家，每天一睁眼，柴米油盐，人情往来，老人的身体，孩子的功课，哪一样不需要她在脑子里千回百转？这些细碎的掌纹就是她为了这个家日夜操心，在岁月里刻下的心思。我以前在高雄六合夜市认识一位卖蚵仔煎的林大嫂，林大嫂那双手不仅长满了老茧，掌心里的纹路更是乱得像一团乱麻，根本分不清哪条是生命线，哪条是事业线。当年她先生被人做保拖累，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了，林大嫂一个人推着摊车在夜市里一站就是20年。她脑子里每天盘算的是鲜鹅今天的进价是多少，是对面摊位的竞争，是如何多卖10份把明天的房租凑齐。他要把每一步算得极其精细，还要防着各种突发状况。他掌心里那密密麻麻的细纹就是他缜密心思的显化。当财气运气经过他手心的时候，别人那只有3条线的光滑手掌
钱哧溜一下就划走了。而林大嫂呢，靠着这掌心里的天罗地网，把大大小小的财气死死的网在里面，一分钱都漏不掉。后来林大嫂不仅靠这双手还清了债，还在高雄市区现金买断了2栋透天厝。所以各位做老公的，如果你太太的掌纹密密麻麻，千万别觉得她心思太重，那是她用自己细腻的心血为你织起了一张保护网。这张天罗地网不仅能网住你们家的泼天富贵，更能网住全家的平安健康。各位乡亲父老，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人在心里嘀咕，老师，照你这么说，这女人的手难道生来长得越丑她的命就越好吗？糊涂啊！我告诉你，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天生的丑手，这些人兜住金银财宝的抓财手绝对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全都是后天在这滚滚红尘里为了身边的亲人，为了这个家深深熬出来的，磨出来的，甚至是用血肉换回来的。这双丑陋的手背后藏着我们易经风水里最强悍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大格局，这个格局的名字叫做牺牲与成全。前几年我受邀去台北极其显赫的豪门林家看风水。这个林家有多厉害，家里5个儿子全都是社会上的顶尖大人物，老大是著名医学中心的大院长，老二身价上百亿，剩下的几个要么是政界高官，要么是学界泰斗。外面的人都传说林家的祖坟肯定埋在了一条极品龙脉上，风水好得不得了。那天中午林家大摆家宴招待我，菜上齐了，谁都没动筷子。这时候看护推着一个轮椅出来，上面坐着林家80多岁的老母亲。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我记了一辈子。那位快60岁平时威风凛凛的大院长走到轮椅旁边，双膝跪在极其名贵的大理石地板上，他拿过一条温热的湿毛巾，极其小心极其虔诚地捧起老母亲的手，一点一点地擦拭。那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各位大哥大姐，那是我这一辈子看过了最丑最残破但也最让我震撼的一双手。那双手就像深山老林里枯死了上百年的老松树皮，手指不仅严重变形，全部向外扭曲，上面还布满了大块黑褐色的老人斑，好深可见骨的沟壑。最触目惊心的是，老太太的右手硬生生缺了半截小拇指，断口处结着厚厚的陈年老疤。当时坐在旁边的老二眼眶瞬间就红了，他端着酒杯，声音颤抖地跟我讲出了这双手的来历。50年前台北刮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台风，引发了极其严重的土石流。林家当时住在偏僻的乡下，家里断粮整整3天，5个男孩饿得奄奄一息，老父亲又发了高烧，昏迷不醒。就在那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是这位当年只有30多岁的老母亲冒着随时被土石流活埋的危险，一个人爬上了后山。没有工具，他就用这双原本也应该娇嫩的手，徒手在夹杂着尖锐碎石的烂泥地里疯狂地往下刨波薯。暴雨如注，指甲全部掀翻，10根手指血肉模糊。就在他刚刨出几条野波薯的时候，山上滚下来一块大石头，当场砸断了他的右手小拇指。老二哽咽地对我说，老师，外面那些大师懂个屁，他们全都在研究林家祖坟在哪，说我们家风水好。他们哪里知道林家真正的龙脉，林家最大的风水根本不在坟地里，就在我妈这双手上。当年我妈是用这双带血的断了指头的泥手捧着波薯回来熬了一锅汤，硬是把我们5兄弟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老二指着在座的几个兄弟掷地有声地说，今天有这双手在上面镇着，我们林家5兄弟谁敢在外面作恶，谁敢贪污1分钱，谁敢为了家产兄弟反目，谁要是不孝顺不走正道，天打雷劈啊！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全是用我妈的命换来的。各位乡亲，你们听懂了吗？什么叫镇海神针？这就是这位老母亲的枯木丑手在林家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极其强悍的凝聚磁场。只要一看到这双手，儿女就绝对孝顺，兄弟就绝对团结。你们说这手丑吗？在我眼里它散发着万丈金光啊，它就像一面坚不可摧的神盾，把所有的煞气霉运全部挡在了门外，又像一个巨大的聚宝盆，把天地间所有的福报财气死死地聚拢在林家。这才是旺夫旺家旺子孙的最高境界。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哥大姐，
我今天掏心掏肺的跟你们讲了这么多，讲了长满老茧的手，讲了青筋暴起的手，讲了光秃短甲的手，最后讲了这双断指的枯木老手。你们的心里听进去了没有？我今天就是要用这些响当当的真事点醒你们这些执迷不悟的人。外面那些教你们在家里摆个貔貅，挂个八卦镜，放个水晶阵就能发大财的，我直接告诉你，那都是骗你钱的半桶水。这世上最顶级的风水根本不在门外，也不在那些冷冰冰的物件上，最好的风水它就在你们的家里，它就是人心。一个家里只要能有一个女人愿意为了这个家把青春熬成黄脸婆，把手熬出老茧，磨出青筋，把她所有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老公和孩子身上，这双手背后的无私奉献就是你们家最大的财神爷，就是你们家活生生的菩萨。很多赚了点小钱的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回家嫌弃自己老婆的手粗糙像黄脸婆，甚至还在外面找年轻漂亮的。我今天毫不客气地骂你一句，你瞎了眼啊！你这是亲手把家里的财神爷往门外推。你如果不心疼这双为你节俭的手，你跑到庙里去把头磕破了拜佛，有屁用啊！你的财库迟早有一天要漏个精光。各位乡亲，我们相聚就是缘分，今天我们就把心里的浊气全都吐一吐。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位为了家庭手操心善的老母亲，有一位为了你操劳半生的妻子，或者荧幕前的你就是这位伟大无私的女性，我恳请你现在立刻在这个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的感恩。你可以敲下一句感恩母亲的付出，也可以留下一句愿妻子健康平安，甚至就是简简单单的6个字，祈福全家顺遂。你们知道这有多厉害吗？当成千上万个善良的人把这股自存自效的感恩心念全部汇聚在这个影片的留言区时，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不可思议的正向磁场。在你敲下这句善言的那一刻，你家里的风水立刻就会发生改变。最后我再送你们一段话，请你们刻在心里，善念一动，福报自来，懂得感恩节俭之手，方能接住泼天富贵。我们下期再见。